那如果抬起来的话啊，这是肱二头肌，这是肩三角肌。然后肱二头肌抬起来的时候，肱二头肌短头的肌腱呢可能会被看到一点，这里是胸大肌。那么在肱二头肌下面会被压盖住的一块，这一块呢是会肱肌，刚才咱们说的会肱肌。然后肱三头肌会更大一些，更鼓一些。在这个动作下是二头肌收缩，三头肌被拉伸，所以呢它的幅度会更小，隆起来。从这个位置伸出来了，这是背阔肌，背阔肌的指点在肱骨上。然后呢在这个位置过来的呢是大圆肌，大圆肌要跑到后面去。这个大圆肌呢是要附着在肩胛骨的后表面的，然后这里应该是，这里是肩胛骨的话，这里是大圆肌。那么这里是肩胛骨的话，前面的这就是胸腔，胸腔的话又在肩胛骨的前面，在胸腔和肩胛骨之间又有这个田距肌出来。所以说你看，如果说这个肌肉都画上了的话呢，这些部分就被遮住了，就会看不到。在这个下面有一大块肌肉，这一块就是肱肌，它的外形上面它的轮廓不明显，这一块就是肱三头肌，这就是腋下的解剖结构。但是呢在腋下这里其实遇到的情况不太多啊，在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肱二头肌下面压的三角形的是会肱肌就行了，在会肱肌下面出来的呢是背阔肌，背阔肌在前，然后背阔肌下面的这一块是大圆肌，先主要记住这几点就可以了。